that the major cause of 303 submarine accident is a failure on control circuit. 我认为303潜艇失事的真正原因是走私集团内讧，队员交火，303潜艇失去了控制。你有什么证据吗？303潜艇失事之前，一没有发出求救信号，二没有释放失事浮标，这不合常理。走私集团的头目，他的口供从侧面也证明了这一点。在黑匣子没有找到和完全破译之前，你说的都只是推断。我带来了。后来由于二次碰撞，潜艇的黑匣子从剑桥上坠落了，其中的一个数据盘就在这个箱子里头。今天我给专家带来了。All right. Keep doing as I said. Continue discussion. 硬盘暂时由我们保管，破译工作有什么进展，会有人通知你的。好的。如果没什么事儿，你就可以回去了。老朋友，不能坐下来叙叙旧吗？当然可以，但是你要先回答我一个你一直不愿意回答的问题：吴铁是怎么牺牲的？我记不清了。每次都用这句话来敷衍我。吴铁是我的男朋友，我有权利知道你们在水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那个，我真忘了，不骗你。陆百川，你到底要跟我装疯卖傻到什么时候？这才是原来的你，你应该这样。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原来，我跟你一样，原来的事情早就忘得一干二净。啥信？哎，你不看？我不用看，你写的字儿肯定肉麻。赢，今天很好，解散。荣生，当阳光照在海面上，那是我在想你；当月光洒在溪水上，那是我在想你；当夜风吹过树梢，那是我在想你。如果你是一颗珍珠，我愿意做你的贝壳；如果你是一只鸥鸟，我愿意做你的大海。如果你是一片白云，我愿意做你的天空。如果你愿意，请为我披起长发，就当着这秋日落叶纷飞。
同志们，我们这次受公安海警的委托，监视303潜艇的动向。半个多月来，我们的人日夜坚守在声纳监视屏前，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。可这个303呢，自从公海现身后，就再也没有露过头。那么我们现在是继续死等呢，还是拿出进一步的措施？我希望大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。肖旅长，我想带着人到潜艇最后出现的海域进行实地勘测。龙百川，今儿开会之前你是不是喝了？你冲什么大头啊？你以为你是掉进煤堆里的屎壳郎，不折腾就显不出来你是吧？呀，不就是去公海实地检测一下吗？有什么嘛？我很认真的说，我非常担心你们这次行动，非常担心，知道吗？哎呀，乌黑子，你怎么像个女的似的，婆婆妈妈的？现在办事越来越不过脑子，你自己说，你是不是越来越不过脑子？我过脑子，303潜艇的事在我脑子里已经装了3年了。我不认为我的决定草率的。那方圆几百里的海域，咱们的人从来就没去过，你能预感到会发生什么危险吗？阎王爷早就给我下过请柬，之所以给我留一口气，那是因为303潜艇的任务没完成。你爱咋咋地，没人愿意管你。城里医院给你开的中药，1天1次，早饭前晚饭后，忌辛辣生冷。报告舰长，搜索任务已经完成，请示返航。龙队啊，返航时间已经到了。老李啊，咱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这什么都没捞着。不是你老李的风格，再坚持会儿。是，指挥部。叫龙百川接电话。是。指挥部电话。我是龙百川。龙百川，第3丁海域发现几具浮尸，你们迅速赶往出事现场。明白。任务 B 海区。死亡原因是什么？尖锐物体的刺伤，大概是匕首之类的东西。凶手很老辣，每个人几乎都是一次直接致命。他们都是哪儿的人？初步判定，5名死者都来自于咱们一艘叫远洋号的渔船。远洋号。刚子，这是远洋号出港记录，我是从海港管理处要来的。你看。远洋号啊，这几个月形迹可疑，它明明注册的是渔船，出海却不在渔区，而在公海附近出没。一艘渔船，搞得太重视了吧？我怀疑它跟303潜艇有关呀。要么你就是神经敏感，要么就是想象力太丰富了。哎，伙计。美国大片看多了吧？打捞上来的那5具尸体已经交给海警处理了，咱们啊，别操那份心了，啊！啊，小样，你爬的速度完全不大行啊！我发现啊，
我要能赢你啊，那我就成野人了。反正不管咋说吧，这流动红旗肯定是我们2班的了。你高兴的太早了吧？你看下边。师傅，我不行了，我没劲儿了，我恐高。山子，咱们说好的啊，这比赛是看总成绩的。张冲那小子爬得再快，有蒋小鱼那个恐高症拖着后腿，也照样算你们输。哎呦，老于，你使劲爬呀！张冲，你快拿绳子给我拽上去。啥玩意儿？就不信治不好这个恐高症了。张冲，把保险车给我撤！啊？哎，山子，这不能开玩笑啊！执行命令。啊，是。杨宇，你好意思爬得比吴越还慢吗？今天要是最后1名，晚上就给我睡悬崖上。师傅，我真的不行了。我希望看到流动红旗挂在我们班的船舱。别往下看，不往上爬。怕死吗？我怕。废话，我也怕。现在没有人能帮你，摔下来就是一堆肉馅，爬上去还是你江鱼。哟，还真能爬哈，活生生的让你给逼出来。超过吴越！我徒弟怎么样？啊？哟，这小子属壁虎的吧？啊，爬得还真快。哎呀，老于，你太厉害了，这回流动红旗归咱们了。邓先生，别张嘴了，赶紧麻烦你回去把流动红旗挂在我们班的床头。待会。今天在悬崖上，我好几次都踩空了，我心里都凉了。可每一次，我都觉得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推着我的臀部，就是屁股。你们知道是谁在推着我的屁股吗？谁啊？当然是老天爷他老人家。他老人家不让我死，让我活着，必定有他老人家的安排。大忽悠，老天爷就安排你来忽悠吧？不是，那个难过的事儿吧，不能老说；高兴的事儿必须得说。师傅，您看，咱这辈子有南斗六星罩着，必定有非凡之命啊！哎，还真有6合制啊！什么南斗六星啊？一个脚上长这么多鸡眼，什么鸡眼啊？咱这是南斗六星，跟天上的北斗七星它遥遥相望啊。相书上说了，长南斗六星者，必然是大富大贵之命。哎，行了，你可别吹了，赶紧把那脚丫收起来，有一股孜然味儿。你说你们几个，哎，命多好啊！你们就等着沾我的福气吧。那到时候，我混个中将啥的，我一定先提拔你们几个。张冲，提拔你当团长，提拔你们几个当旅长。师傅，我当然也不会忘记您老人家。有朝一日，我一定把侦察兵大赛1等奖的奖杯捧到您面前。老邓，听见没有？张冲，哎，等会儿你拿一个。哎，行。这个臭小子。哎，起风了，江宇，对齐收了没有？哎呀。
永远不想试。刚才还显摆什么南斗六星，军旗都敢给我丢了。你要是当中将，司令员都得让你给丢了。那可不一定。你嘟囔什么呢？我说我当不了中将。你再嘟囔！刚接到通知，明天一大早，新来的陈政委要来海训场熟悉部队。咱们海训场现在没有多余的军旗，现在购买制作根本就来不及。这下算是撞枪口上了。啥叫屋漏偏遭连夜雨？江宇，你知道你把军旗弄丢了什么罪过吗？领导来检查，知道吗？甭管啥罪过，我一个人扛。老天爷生就咱这副肩膀，就是为了挑重担的。你担得起吗？担得起吗？手上东西都放下，一会儿风小了，都出去给我找。大海捞针，给我找出来。那得把海水排干。真是。你说什么？啊？找，一会儿咱们一起去找。江小鱼，你永远都是满脑袋浆糊。哎呀，这风也太大了，这破绳子也不结实。那个政委应该不会怪咱们的。那个教练，要不把我挂上面得了？行了，甭废话了，大家分头找找，风向往那边挂，走。哎，你瞪我干嘛呀？又不是我让刮的风。山子，这旗子8成是挂到海里去了。明儿领导们来，怕是要点名批评了。批就批吧，一把老骨头了，一起扛。你说这帮小子，真像是在这大闹天宫的。从来这第一天就开始惹祸。他当知足吧，他们闹是闹了点儿，他们每天在这闹腾，我觉得咱们还没老到别人不要的地步。不是山子，你这每天玩了命的练他们，是真想让蒋小鱼那小子给你拿回国际侦察兵大赛的奖杯啊？蒋小鱼要是能拿奖，除非那届大赛是他自己办。家里来信了。咱妈怎么样？挺好。我妈就有点想我，想来看看。我打电话告诉她别来。我说山子，你说找我抽你，你怎么能不让咱妈来呢？你自己说，你几年没回家了？我不是怕他们几个新兵蛋子看见我妈来不想家吗？郑小鱼，你干嘛呢？你这不废话，我当然是登高远望找旗子呢。那你找着了没有啊？一会儿就找着了。哎，你怎么不去找？回来了？放着好好的训练不练，偏偏要找什么旗子？一群废物！哎，你这是冲垃圾撒气呢，还是冲我老人家撒气呢？啊？你老人家和垃圾没什么区别吧？嘿，哎，你这话啥意思呀？你没发现？从兽营到海训场，你蒋小鱼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，和这些海训场的垃圾没区别吧？陆岩，你不带刺儿就不会说话是吧？你好，你是冠军，你威风，可现在呢，你不也是待在这破地方吗？
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枕头底下那本日记上面，哎呦，贴满了你从小得冠军上报纸的各种剪报。你每天不看一遍，你都睡不着觉，你都吃不下饭。我再垃圾，也比你天天枕着那破玩意儿做梦强。有什么用啊？起码我知道每天3个宝2个岛，我活得踏实，不用像你似的靠做梦活着，靠回忆活着。蒋小云，说够了没有？哎，我让你说，让你说，你再敢说，还手！哎，你那俩小子干嘛呢？再说，练琴拿了吧。再说，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儿啊？怎么没轻没重的？过去看看。你还敢踹我？我让你踹！我怎么让你踹？嘛呢？你们两个啊？干什么？他嘴臭，我们俩说啥呀？你才嘴臭呢！他打了我好几拳，还踹了我好几脚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你臭嘴惹的事？是我挑事怎么了？他打我，你怎么不管啊？闭嘴！江宇，你一天到晚吃啥啥不成，干啥啥不行，怎么打架惹事全是你？一到训练你就跑啊！训练怕流汗，训练怕吃苦，训练永远掉队。训练，一天到晚就知道训练。你们知道你们整天训练到底为什么吗？我来告诉你们，你们整天训练，只不过为了掩饰你们内心的恐惧。你们不敢接受现实，所以不敢停下来。你们以为你们还能回大部队啊？啊，陆爷，你以为这个地方能送你上奥运会啊？你别做梦了，这儿是鸟都不拉屎的海训场，这儿不是兽营，更不是国际侦察兵大赛的兵务场。你说够了没有？来，张宇，说的没错，我们是在做过去的梦，过去做，现在做，以后还要做。我在为我的梦想努力着，你有吗？你有吗？永远的最后一名，最后一名！行了，都闭嘴！我骂他们整天做梦，做自己骗自己的白日梦，其实那是嫉妒。他们起码还有梦可做。海训场的日子很难熬，如果不做梦，时间就会变得格外漫长，漫长的让人几乎要崩溃。我也想做梦，可真不知道该从哪儿做起。行了，大家都早点休息吧。明天6点下就出操，然后还要接领导的。杨宇，师傅，坐。还因为白天的事生气啊？没有。生气都不敢承认。是。我生气了，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说那么重的话，我自尊心有点受不了。小雨，从你来这儿，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跟你吼过。有些话是重，但是真话永远都难听。而且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你难过，我心里也不痛快。但你不努力是事实。我在部队这么多年，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比赛、训练、任务无数，可是我从来都不觉得苦。为什么？你就想想你妈妈为你受的那些累，吃的那些苦，你还觉得你苦吗？我见过太多妈妈送儿子参军时的眼神，是那种特别炽热的期盼，盼什么？儿子的成长。小玉，
也许真的就像你忽悠时所说的，你的肩膀就是比别人宽一点，所以你的责任就比别人重。不是每个人都能担得起这份责任，这是你的骄傲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放弃，然后偷偷的后悔一辈子。但是我希望你面对你妈妈时，可以很自信地告诉她，你是一名合格的海军陆战队队员。我也这么跟我妈妈说过，她笑得特别美。师傅，我想我妈了。首长好，欢迎首长来海训场指导工作。好，辛苦了。嘿嘿。哎，不认识了。我可是给你第2次生命的人。但凡我当初有一点意识，我宁愿死也不愿意被你亲那一口。我宁愿救你10次，也不愿意亲你一口。那可是我的初吻。首长这面请。自从浅水湾那面建了新的训练场，这个海训场呢就清静下来。现在除了偶尔有一些小规模的训练任务，大部分时间都是空闲的。哦，哎呀，我看这地方很不错，越看越像是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呐。这么大一个海训场，怎么连个军旗都没有呢？我记得上次我们来这儿的时候，还挂在这儿呢。啊，军旗哪能没有啊？请首长回头看，山坡上，嘿嘿，真漂亮。这军旗，小姑娘肯定是没见过。蒋小鱼同志，请尊重首长。是。我叫蒋小鱼，大家就叫我小鱼好了。那个，今天由我为各位领导服务。那个首长，请看。现在呈现在大家眼前的这片训练场，就是我们海训场的主训练场。虽然它在规模上没有浅水湾的那个新场子大，但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啊！在这里，你想练什么都能练得开，甭管你是刀枪剑戟，还是斧钺钩叉，甭管你是说学逗唱，还是煎炒烹炸。蒋小鱼同志，你是话痨吗？用不着你在这儿给首长当导游，一边去。哎。我觉得这个兵挺有意思的，你让他继续说嘛。谢谢领导的夸奖，那个我继续努力，请这面走。首长请看，那个首长，您请看，这个是我们海训场的宿舍楼。宿舍楼建于90年代，20年过去了，稍显老旧。但是古人说得好啊，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我请领导看的不是这个宿舍，而是住在这宿舍里的人。首长请。首长请进。首长请看，这2位，表面上看是海训场的高级教练，实际上是隐居在山中的绝世高手。当年名震江湖的鳄鱼、影子，国际侦察兵大赛的榜眼；一位是枪法如神，堪称小李广花荣转世；一个武功盖世，有楚霸王不敌之勇。如今这2位宝刀锋鞘，归隐山中，江湖上只留下了关于2位无尽的传说。2位老兵辛苦了，谢首长。辛苦了，谢首长。介绍完2位老前辈，我再给您介绍介绍我们的青年禁卫军。这位鲁岩，天生的游泳奇才啊，从小拿奖拿到手软，挂金牌挂到颈椎增生。他要是早生10年，菲尔普斯根本不敢来北京参加奥运会。就是这样一位奇才，甘心在海训场
在平凡中磨练自己的意志。早就听说过你的故事，小伙子，很不错，多谢少少。还有这位，张冲，我们的准兵王，18般武艺那是样样精通。瞧这一身腱子肉，那是一身的功夫呀！走高楼越大厦，如履平地；横跳江河，竖跳海，万丈高楼他脚下踩啊！结实啊，小伙子。首长结实。还有这位，女兵乌云，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枪王啊！人家开枪根本就不用子弹，您知道为啥吗？为啥？人家是射击的最高境界，子弹还没有出膛，精神上就已经杀死了对手。首长好。你好，女兵不容易，侦察女兵更不容易了。听说你打枪的时候还喜欢喝两口？报告首长，已经戒了。戒得好。我本以为啊，这海训场是个快被荒废的不毛之地，没想到竟是一片被遗忘的净土啊！尤其是漆在悬崖上的那面军旗，了不起啊！有2位老前辈坐镇这里，那就是我们一辈子学习的榜样。老话说得好，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。挨着金銮殿，准长灵芝草；挨着臭茅房，准长狗尿台。你讲蒋小鱼，以前说相声的吧？啊，可以到宣传队练练吗？首长，咱以前他……首长，我提个建议啊，既然咱们今天不走，不如明天一早就在海训场看看升军旗。看惯了军营里的千人升旗仪式，再看看海训场的升军旗，那肯定别有一番味道。首长，其实没有必要看升旗，我们海训场有好多节目给您看呢。张冲，到，你下午给领导表演一下胸口碎大石。是。乌源，到，你让领导见识见识那个盲枪。没问题，这些我们都看过，太闹腾。我们明天就想看升旗。可以看看升旗仪式吗？这升旗仪式的时候啊，最能反映军人的精神风貌。明天早晨就看升旗仪式了。不是啊，首长，那个怎么了？有什么不方便吗？方便，不就是看升旗吗？对不对？行，明天就看升旗。好。我说啥来的？躲过初一，躲不过15啊！这下好了，人家明天要看升旗，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整旗子去？哎呀，这下算是没招了。戏人家点了，就得有人唱，说什么也得把旗子找回来。昨儿咱们6个人找了一天。连我5年前在路边上丢的鞋垫都找到了，也没找到那旗子。你说你能去哪儿找去？那个教练，我研究了一下，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的风向变化，8成旗子是被吹到海里去了。那旗子是跟那个缆绳一起被吹走的，缆绳是尼龙做的，它轻，沉不了底儿。这样，那个教练，你们照顾好那个领导，给我来艘快艇，我出趟海。事到如今，只能这样了。小鱼，一会儿出海小心点，千万别走太远。师傅，你放心，我保证，明天一早，让军旗飘扬在海训场。蒋小鱼，干嘛去？我出趟海。首长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非得现在出海啊？我整点海货。给领导们尝尝鲜儿，再钓条大鱼，晚上给你们做清蒸鱼。钓鱼啊？那我是高手啊。就不劳烦你老人家了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你去陪陈政委吧。首长有人陪，用不着我。你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不能带我啊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不就是钓鱼吗？
你愿意去就一起去。哎，我说，你这是在钓鱼吗？咋不是钓鱼啊？人家钓鱼，那都得专心致志、一动不动地攥着鱼竿，两只眼睛盯着鱼线，哪像你啊，两只眼睛跟那个监狱里的探照灯似的。你在这寻摸什么呢？俩手攥着鱼竿一动不动，那是钓鱼吗？那是给鱼竿号脉。再说了，你管得着我怎么钓呢？我钓上来不就完了？哎，鱼呢？这都几点了？天都快黑了。你老是叽叽喳喳、叽叽喳喳，没完没了的。这附近的鱼，都被你给反走了。我要是条鱼，我也躲你远远的。呵，你现在烦我了？那你刚开始别让我上来啊！哎，谁让你上来的？是你自己蹦上来的，好不好？有吗？我怎么不记得这事儿了？哼，要不是我心慈手软，我早把你当成大鼻涕一样甩一边去了。呵，你这么烦我呀？哎，那你把我扔海里去。我要是你，我立马就扔。你不扔我是吧？那我可扔你了。哎，马达怎么回事啊？坏了，没油了。啊？怎么能没油了呢？你刚开始上来的时候没检查油箱呀？我上来的时候，你一直在我耳边叽叽喳喳、叽叽喳喳，我哪顾得看油箱啊？你自己忘了检查油箱了，你怪我？快看看。哎，确实没油了。怎么关键时刻净掉链子？哎呀，我蒋小鱼奇人自有天相啊，终于找着了。哎，好啊，结果你压根就不是来钓鱼的，是你把军旗弄丢了吧？都怪你们来的不是时候。旗子昨天刚被台风刮走，今天你们就来了。唉，这弄丢军旗，罪过可不小啊！我要是把这事儿通报给陈政委，那是大是小够你们喝一壶的。别，那个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再说我这不是找着了吗？啊，别！那我不管，我们是来检查工作的，那就得客观严肃，不能光看你在外面白活呀，得披露你那张嘴背后的真相。哎，那个别打，那个这个事儿吧，是我弄砸的。你们要是怪就怪我一个人，你可别让那2个老兵跟着我吃瓜烙，好不好？不跟领导通报也行，但是得看你怎么表现了。啊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得听我的。哎，我让你说一，你不能说二。哎，我让你往东，你不能往西。哎，我让你站着，你不能坐着。哎，起立，脱衣服。啊？把衣服脱了。这不好吧？不脱是吧？没关系。脱！快点儿，速度！哎！你干嘛呀？你不让我脱衣服吗？流氓！跳下去！凉，你想干啥？跳下去！让我跳下去干嘛呀？现在没油了，你得当马达呀！我没油了，
我能当得了马达吗？那我当呀，跳不跳？跳！最琢磨过夫人心。马达同志，咱们快点返航。